以色列和伊朗战争的高潮部分啊，今天还是来了，但可惜的是呢，高潮部分就持续了半天，现在双方已经宣布停战了。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到底是谁先认怂的？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2025年6月23号，欢迎来到大卫观点频道。伊朗和以色列啊，一共就打了12天。双方在高潮过后草草收场。今天呢，我就把这场大戏给你还原一下。咱们先来讲这高潮部分。23号，据伊朗国家通讯社报道，这伊朗最高领袖在地堡里的哈梅内伊发声了。他说的是全世界最强硬的话。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终于发声。了解伊朗人民及其历史的人都知道，伊朗民族不是一个投降的民族。什么意思？不投降就是要硬干。另外啊，《华尔街日报》却把这件事儿给大家透底了。《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伊朗将发射器移至可以袭击中东美军的位置，以目前以色列对伊朗空域的控制。想直接打掉这些发射器呢是不难的，之所以留着，就是要给伊朗一个台阶下，让他们往美军基地发射一轮导弹，象征性的打一些空地。然后呢，哈梅内伊将在国内宣布取得了胜利，然后呢，伊朗就打赢了。这《华尔街日报》直接就放气儿了。那咱们看一下是否真打赢了呢？咱们先看一下当地叫做德黑兰时报头版头条大捷。这个文风如果我一宣读的话，你马上就明白怎么就这么熟悉呢？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讲这个大捷的，这个也是最高潮的部分。德黑兰时报头版头条：伊朗袭击西亚最大的美军基地。通过袭击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德黑兰表明我们并不畏惧川普的欺凌行为。当然了，他啥也没打着这个是不可能告诉老百姓的。接下来，见证历史的时刻，当地时间23日晚，伊朗以36枚导弹与美军21日空袭核设施的导弹数量完全对等，精确摧毁了卡塔尔乌代德美军空军基地的核心区域，现场火光冲天，他们取得了完胜。再往下，接下来是总结部分活都在这里边了。这不是简单的军事报复，而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战略反击。首先是以牙还牙的战术。美国用6枚 GBU 武器钻地弹加30枚战斧导弹重创了伊朗的福尔多等设施。美军现在的大脑，也就是乌代德空军基地，这个驻扎有1万美军可起降 B-2 战略轰炸机的超级基地，正是这个中枢，现在已被我们完全摧毁。对等吧？接下来，这就是既要又要的环节了。这是一次教科书级别的外交操作。伊朗在声称中强调，他们打击了远区的卡塔尔，但是呢，远离的居民区，并且主动示好，不威胁友好国家。这包操作既敲打了美国人，又保持了传统的友谊这个双方平了。接下来他又提到，这个在技术上，我们就是一个降维打击。不同于2020年袭击伊拉克基地的16枚导弹，本次伊朗使用了最新的征服者313导弹，采用波浪式饱和攻击战术，这使美军萨德系统的拦截率暴跌至 40%。更绝的是，伊朗提前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导弹射程内的10大军事地图，把美军逼入了防不胜防的心理战。这一仗彻底改写了中东的游戏规则。美国号称摧毁
伊朗核设施的空袭反而印证了伊朗核设施的抗打击能力。福尔多地下设施固若金汤，只是表面受了一些损伤，关键设施早已转移，打胜了。再往下，俄罗斯第一时间力挺伊朗，普京承诺提供一切必要支持，而伊拉克、也门等什叶派武装也已经整个带弹，形成了反美统一战线。最重要的是，美军125架战机参与的午夜之锤行动刚结束，伊朗就对等采取了打击，证明了是美军在中东的基地绝不是安全区域。现在全世界都在等待美国的回应，是像2020年那样吃了个哑巴亏呢，还是升级冲突引发全面战争？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伊朗用36枚导弹告诉全世界，核设施是红线，主权不容践踏，对等反击就是我们最好的威慑。然后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会议宣布，已经摧毁了卡塔尔美国乌代德空军基地。高潮部分结束了，是不是很精彩？接下来马上就进入终局，双方居然都停战了。现在NBC 已经揭晓了答案，到底是谁先认怂的？我们看一下报道。据 NBC 新闻，标题是所谓的停火协议是如何达成的，他就把这个来龙去脉全告诉全世界了。一位白宫官员表示，川普今晚宣布的所谓停火协议是在伊朗表示不再战斗之后，川普打电话给内塔尼亚胡，并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不要再打了。伊朗是先认怂的，然后呢，川普强压内塔尼亚胡，双方不打的。咱们看一下细节。这位官员表示，分阶段停火，伊朗先停止射击12小时，然后呢，以色列也将停止射击12小时，这是川普的主意，目的是平息以色列对伊朗不会遵守协议的担忧。据白宫高级官员表示，过去48小时，川普一直在打电话。另一位知情人士告诉 NBC 新闻，川普今天早些时候致电卡塔尔埃米尔，就是那个送飞机给川普那个国家，卡塔尔他的领导人叫埃米尔。如果卡塔尔埃米尔能够争取到伊朗的支持，他就可以争取到以色列停火，就让中间人传话，只要你能搞定伊朗，我就能搞定以色列。好，再往下。随后呢，这个卡塔尔总理与这个副总统万斯进行了协调，然后呢，他又与伊朗方面进行了协调，结果呢是双方同意。那川普既然说你都搞成了以后，为什么把伊朗那个扯下来呢？咱看他是怎么扯的。美国东部时间下午3点53分，川普在真相社交感谢伊朗提前了通知，使我们能够避免任何人的损失。伊朗已经正式回应了我们对其核设施的彻底摧毁，回应非常软弱，这是我们预料之中的。我们也已经非常有效地进行了反制。他们总共发射了14枚导弹，其中13枚被成功拦截，剩下那1枚被放行，因为它的飞行方向并不构成威胁。把这底裤全给扒了。再往下，我很高兴的报告，没有任何美国人受伤或者死亡，几乎没有造成任何损害。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把怒火都发泄完了。这句话就彻底说清楚了。希望接下来就不会再有仇恨。我要感谢伊朗提前发出通知，使我们能够避免任何人员损失，也没有人受伤。这或许能为伊朗本地区走向和平与和谐的开端。我也将热情地鼓励以色列采取相同的态度。感谢您对这件事的关注。唐纳德·川普，他就把这事儿给托底了。再往下，白宫官员表示，在那篇帖子发布后不久，川普就打电话给内塔尼亚胡，直接告诉他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仗了。伊朗人的力量已经被大大的削弱了。强压内塔尼亚胡，你也别干了，他那边已经怂了。
再往下，白宫官员表示，当时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与以色列人交谈的时候，他的国家安全团队正忙于通过中间人向伊朗人民传递信息。白宫高级官员表示，川普让内塔尼亚胡同意停火，然后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和特使维特科夫直接和间接地向伊朗人发出了信号，表示美国希望停火，伊朗人应该识相，就是你可以了啊。今天下午，川普在另一篇社交媒体帖子中对卡塔尔埃米尔表示感谢，就是那个中间人。美国东部时间下午6点02分，也就是刚不久，川普又发帖宣布达成了停火协议，尽管以色列和伊朗未公开证实。他在帖子中建议将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称为12日战争。白宫官员表示，这个名字是川普的主意，这老川啊，非得往脸上贴金，他起了个名叫12日战争。好，接下来呢是嘴上的，伊朗啊，他一向在嘴上是一硬到底的，只能是继续赢，他这么说的。伊朗外长说，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还没有就停火协议或军事行动达成任何协议，矢口否认，没这回事。然而，只要以色列政权在今天凌晨4点之前停止对伊朗人民的非法侵略，我们不打算继续回应了。这话说得很清楚，以色列，你4点之后啊，你只要不打，我也不会再回应你了，我也不打了。那真相是什么呢？当地媒体啊，也已经是羞羞答答的承认了，确实停火了。伊朗国家媒体 IRIB 他承认，川普宣布停火的消息是在伊朗革命卫队昨天成功回击了美国对我国核设施袭击之后立即做出来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袭击我了，我们就今天摧毁了他的美军基地。一看美军被摧毁了，川普就停火了，就怂了。最终，伊朗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最后，我总结一下，实际上，伊朗民众可能错失了一次推翻现有神权统治、过世俗生活的机会。高层的精英和底层的民众啊，都没有为改变生活做出准备，也没有想着做出行动。那这是否是终局呢？这让我想起了海湾战争，中间隔了12年，最终啊还是把萨达姆推下去了。但这12年呢，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下一期啊，我想聊一下伊朗独特的统治体系，独一无二的，世界上没有第二家。大家敬请期待，再见。